我拼死救下太子夫君，落得满手疮痍，他却嫌弃我手上的疤很恶心。不仅在大婚3日便广大侧妃，更逼得我跳楼自尽。再睁眼，我竟重回太子受伤那天。沈清河，你让姑觉得恶心，滚开！我猛地睁开眼，泥水的腥臭味瞬间灌入鼻腔。我没死，我低头看向自己的手，白皙细嫩，没有那道为了救裴景元而留下的狰狞伤疤。我重生了，回到了裴景渊在围猎场遇刺受重伤，我发现他的这一天。此刻，这位不可一世的东宫太子正狼狈地栽在污水坑里。裴景渊咬牙切齿地盯着我，眼神里是不加的掩饰的嫌弃。碰姑，你这副眼巴巴凑上来的样子，只会让姑作呕。上一世，我看到他受伤，心疼得快要疯了。我不顾他的推搡辱骂，硬是咬着牙，用柔弱的肩膀把他从这荒郊野外背了出去，换来的却是他在大婚第3日纳了神楚楚进门来恶心我。你救姑就是别有用心，你手上的疤，多看一眼都让姑倒胃口。这一世，我看着坑里像死狗一样的裴景渊，并没有像前世那样哭天喊地，而是慢丝里的站了起来。我拍了拍裙摆上的泥点，动作优雅的像是在参加一场名门盛宴，而不是在荒山野岭。裴景渊愣住了，那双总是盛满冷意的眸子此时布满了惊愕。沈清河，你这么看着姑做什么？若非你硬要凑上来，姑也不会推你。裴景渊语气强硬，却难掩心虚。既然殿下嫌臣女恶心，那臣女就不在这里碍殿下的眼了。说完，我一甩长发，转身就走。沈清河，你去哪儿？自然是离殿下远远的。哦，对了，提醒殿下声放低些，刚才那批刺客还没走远，万一被引回来，臣女可没本事再救你一次。你敢走？回来！姑命令你回来！疼吗，裴景渊？上一世我背着你逃命的时候，每一步都比这疼上1000倍。林子里的风很冷，我却觉得无比畅快。我凭着记忆避开刺客搜寻的方向，穿山越岭，终于在天擦黑前抵达了通往金陵的官道。此时的我衣衫褴褛，发髻散乱，2只鞋也不知丢在哪座山头了。但我知道，我自由了。官道尽头，一辆看起来极其简朴的马车缓缓驶来。我拦住了马车，但我不知道，我拦下的不仅是回城的希望，更是前世那个最危险的禁忌。老伯，行行好，能不能带我一层？这须得问过我家公子才行。马车朴素的有些过分，甚至连个像样的装饰都没有。公子，臣女与家人走丢了，只要公子能带我回金陵，沈家定有重金酬谢。沈家，金陵平安侯沈家，正是。沈家的大小姐沈清河，此时不是应该在围猎场围着太子殿下转吗？怎么会沦落到拦路求援的地步？这人竟然知道我！太子殿下身边美人如云，不缺臣女一个。公子，天色将晚，我一个弱女子若留在荒野，下场如何，公子应该清楚。你沈清河的名声在金陵可不算好，孤男寡女同处一车，你不怕毁了清誉？清誉，那玩意儿上辈子害死我了。公子若嫌名声不好，不如干脆把我娶了，这样咱们就是天作之合，旁人自然无话可说。车内坐着的男人竟然长着一张足以颠倒众生的脸，他狭长的眸子像深不见底的寒潭，手里玩味地转着一枚带血的飞镖。那张脸我见过，传说中被流放北京10年，杀人不眨眼的九皇子裴思恒。裴思恒轻身上前，你要我娶你？那股强大的压迫感几乎让我窒息。哎呀，姑娘！九殿下仪态万千，臣女洗干净了也不算太差。这桩婚事，殿下稳赚不赔。裴思恒盯着我，目光像冰冷的刀片在我脸上刮过。沈清河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？知道，裴思恒。
我感觉到耳尖一阵冰凉，伸手一摸，全是冷汗。最好别掀开看，会做噩梦。我不怕鬼，我只怕死。这种杀人如麻的疯子，才是我沈清深这辈子最好的挡箭牌。就在沈家大门即将到达时，裴思恒却突然扣住了我的手腕。沈清河，上了我的车，就再也没有下车的机会了。裴思恒终究还是放我下车了。沈清河，你说的道歉，我记下了。裴思恒，这辈子咱们有的玩了。大小姐回来了，快，大小姐回来了！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老夫人都快把眼睛哭瞎了。那是我的奶娘，此时已经泣不成声。祖母，人群分向两边，沈老夫人颤颤巍巍的在沈明远的扶持下走了出来。娇娇，祖母，娇娇回来了，娇娇不听话，让您操心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到底是谁敢害我的娇娇？我江素琴定要让他血债血偿！我依偎在祖母怀里，余光却瞥见了一旁正冷眼旁观的两个人，柳如烟，还有沈楚楚。娇娇，快喝碗安神汤压压惊。滚烫的药汤顺着她娇嫩的脸颊滴落在地。沈清河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手腕实在没力气，楚楚妹妹莫怪。祖母心疼地将我搂紧，冷眼扫向柳如烟，吓得对方生生咽下了咒骂。快去救太子，救太子！3天后，裴景渊的人如期而至，东宫的太监一脸阴惧，还没开口问责。我家娇娇梦里都在喊着救太子，如今病得这般重，你们若还要纠缠，便去皇后那里说理。东宫的人面面相觑，终究不敢在沈老侯爷的遗书面前放肆，灰溜溜的走了。沈明远跨进屋子时，我正挣扎着想要起身行礼，眼眶瞬间红了一圈。啊，我以前任性，经此一遭才知爹爹护我周全有多不逆。我爹看着我这副乖巧模样，眼底积攒多年的怒气竟散了多半。沈楚楚在一旁看得绞紧了帕子。3日后，便是柳如烟正式入族谱的祭祀大典。沈楚楚露出一个阴冷的笑，那串足以让我身败名裂的鞭炮已经备好了。祭4日，沈家祠堂香烟缭绕，我披着素色斗篷，脸色苍白地站在族中小辈最后方，身旁便是沈楚楚。姐姐，今日之后，我母亲便是这府里正经的主母了。我没有接话，只是盯着那些肃穆的牌位，心中冷笑。祭祀礼成，族长扬声宣布礼毕，按照规矩，此时应当鸣炮奏乐。我余光瞥见沈楚楚的手在袖口微动，嘴角勾起一抹胜券在握的狞笑。我算准时机，猛地用绢帕掩住口鼻，重重地咳嗽了一声。噼里啪啦，密集的鞭炮声突兀的炸响，却不是在我脚下，而是伴随着柳如烟的一声惨叫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一串红红火火的鞭炮不知为何窜进了柳如烟的石榴裙底，火星子瞬间烧坏了她的裙摆，将她整个人炸得狼狈不堪。哎呀，母亲，祖宗保佑！母亲怎会如此失礼，竟在大典上失了体统。族老们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在大典上惊扰先祖，这在沈家是大忌。沈楚楚尖叫着指着我，控诉是我可那一声给人使了眼色。沈明远怒不可遏，就在他要叫放炮的小厮对峙时，祖母却先一步站了出来。楚楚，你说是清河使了眼色？祖母冷冷的开口，每一步都走得极重。放鞭炮的小厮跪在地上瑟瑟发抖。老爷，是外头突然钻进来个小乞丐，抢了我的火池子乱扔啊！
不关大小姐的事儿。这自然是青鸾早早安排好的人。沈明远反手便给了沈楚楚一个耳光。无凭无据，你竟敢当着全族的面污蔑嫡姐，是嫌今日丢的人还不够吗？柳如烟捂着被炸花的脸，委屈的直掉泪，却半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一仗我赢得了干净利落，可祖母并非凡人。回屋后，祖母平退了众人，只留下我。她端坐在太师椅上，目光锐利如剑，半晌才低声道：清河，你在祠堂外安排了小乞丐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索性撩开裙摆直接跪倒，双手高举过头。祖母，阿稳错了，错在不该用这种不入流的手段，更不该惊扰沈家先祖。祖母叹了口气，藤条轻轻落在我的手心，不疼，却让我心如刀割。你这性子太刚，容易折断，金陵的水深，看来得找个人磨磨你的性儿。祖母提起了梁成林家的嫡子林惊羽，说要让我们见上一面。还没等我想出推脱之词，宫里的传召信便送到了府前。皇后娘娘要召我进宫，裴景渊也在。进宫的马车上，我怀里抱着祖母特意准备的精致糕点，我捏起一块，直接塞进了身旁青鸾的嘴里，剩下的悉数喂了公道旁的鱿鱼。等到御花园时，食盒里已经换成了我在路边买的最廉价、最拉嗓子的粗粮饼子。裴景渊站在树下，一袭玄色锦袍衬得他身形挺拔，却难掩眉宇间的戾气。沈清河，看在你今日主动来向姑认错的份上，丢下姑逃命的事，姑可以一笔勾销。我慢慢打开食盒，从中取出一块干巴巴的粗饼，咔吧一声掰碎，撒在脚边的石砖上，引来几只雀鸟争抢。裴景渊的话戛然而止，伸出的手尴尬地攥成拳。殿下误会了，臣女并非来认错。以前我缠着殿下是想哄皇后娘娘开心，但如今我不想在殿下身上浪费时间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裴景渊，我不喜欢你了。我一字一顿，看着他那张不可一世的脸逐渐扭曲。我转身离去，却发现裴思恒竟然就在不远处的假山后。他手里握着一把染血的短刃，看向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刚刚撕开伪装的恶鬼。沈清河，你最好记住今日的话，以后别再死皮赖脸的求姑。我全当他在犬吠，转过假山，却险些撞进一个冰冷的胸膛。是裴思恒，他穿着玄色织金虎纹袍，长身玉立，与上次在马车里的随性不同。今日的他像一柄微翘的利刃，冷冽逼人。沈小姐真是变脸的高手，刚才那番话是说给他听的，还是说给自己听的？我心中警铃大作。裴思恒在北境待了10年，心性远比裴景渊阴沉。自然是真心的。九殿下既然在听壁角，不如顺便帮我见证一下。沈家的人都像你这般胆大包天吗？我沈清河的命早已在污水坑里丢了一半。裴思恒沉默片刻，突然从怀里掏出一个细瓷小瓶，扔进我怀里。那是上好的金疮药。沈小姐既然要改头换面，这张脸还是仔细些好。说罢，他擦肩而过。沈清河，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太子妃之位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如愿。回府后，沈楚楚竟然开始在园子里勤练女工，还特意命人做了一只极其精美的凤凰纸鸢。我便知道，那一世让他出尽风头的纸鸢宴又要开始了。沈楚楚为了在纸鸢赛上一鸣惊人，没日没夜的在那只凤凰纸鸢上绣着金丝。他以为这一世依然能像前世那样，凭借这只纸鸢在裴景渊面前大放异彩，从此飞上枝头。到了木兰湖，各家千金齐聚，溪水两侧热闹非凡。沈楚楚像只开屏的孔雀，迫不及待地跑去显摆他结交的人脉。我给青鸾使了个眼色，他趁乱钻进沈楚楚的马车，将那个装纸鸢的箱子偷了出来。箱子打开，那纸鸢确实精美绝伦，每一根羽毛都透着贪婪的野心。这么漂亮的东西，撕了多可惜。一道幽冷的声音突然从背后响起，我惊回头，发现又是裴思恒。的确不是我的。我毫无愧色地当着他的面，亲手将那纸鸢撕成碎片，又狠狠踩了几脚。九殿下，你瞧见我这么坏，是不是后悔在林子里救我了？沈小姐这样明媚爽朗，谁会不喜欢的？青鸾，把残骸装回原处，送回去。是。纸鸢赛正式开始，沈楚楚在众人的吹捧中优雅开箱。然而，当他看到那箱粉碎的残渣时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寸寸裂开，而他接下来的举动直接让我也愣在了原地。沈楚楚抱着那一堆碎纸片，哭得梨花带雨，指着我大声控诉：“沈清河，一定是你！”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拢，带着鄙夷和审判。沈清河，你也太粗鄙无礼了，竟敢毁了楚楚的纸鸢！就是，你分明就是刻薄善妒，见不得楚楚出风头。我拍了拍裙摆上的草屑，慢条斯理地走到他们面前。我冷笑一声：“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动手了？”他们被我的气势所慑，竟一时噤声。一群丑八婆，嘴臭事又多，脑子比猪蠢，
才华没几个。这下捅了马蜂窝，几个平日里自诩优雅的小姐气红了脸，竟然不顾形象的扑上来要扯我的发髻。我也没客气，揪着领头的那个就是一阵胡抓乱打，场面一时间混乱不堪。女子们的尖叫声惊动了溪水对岸的男客。住手！裴景渊阴沉着脸走过来，声音冷得结冰。沈清河，你简直丢尽了沈家的脸面。他越过那一地狼藉，直接攥住我的手腕，力道大得像是要捏碎我的骨头。他眼中满是厌恶。我要与林家哥哥一亲，气得他当场变了脸色。然而当我独自走到林子深处清洗伤口时，裴思恒却突然从树后闪现，手中拿着一瓶价值连城的药膏。裴思恒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我忍着手背上的刺痛，没好气地问道。他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。我是想看看沈小姐是不是真的需要我出手帮忙，谁知你厉害得很，以一敌众也不落下风。我接过瓷瓶，指尖触到它冰凉的温度，心里莫名漏跳了一拍。你不觉得我伤风败俗？京城这些人最是虚伪，我看你打他们反而畅快。正说话间，裴景渊竟然循着声音寻了过来。他看见我们两人独处，一张俊脸瞬间黑成了锅底。思恒，你怎么跟这种恶女搅和在一起？我正要反唇相讥，裴思恒却突然躬身。臣不慎踩到了沈小姐的裙梯，正在赔礼。裴景渊狐疑地看了我们半晌，到底没抓到破绽，冷哼一声拽走了裴思恒。临走前，裴思恒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藏着一个警告，还有一个承诺。我回到府里，本以为沈楚楚会向爹爹哭诉我的罪行，却发现祖母正坐在前厅，手里拿着一根藤条，面色阴沉如水。而林家哥哥林惊羽竟然已经到了。祖母这次是真的动了怒，虽然她在爹爹面前护着我，将柳如烟母女训得连头都抬不起来，甚至再次进了沈楚楚的族。阿武，林家小子已经进城了，你今晚必须去接他。祖母的语气不容置喙，我拗不过，只能带着青鸾往城门口赶。南城门外，一个身着素衣、气质清爽的年轻人正牵着马缓缓走来。他生的确实不错，眉宇间满是书卷气。沈表妹，林某有一言不得不直说。哥哥请讲。我已知晓侯府有结亲之意，但我已有了心上人。他虽家贫，还是个小哑巴，但我此生非他不娶。我几乎要笑出声来，这真是我重回这糟心日子以来听到的最好消息。我还没来得及向他保证会劝说祖母，身后的暗巷里突然传出一声短促的口哨。裴思恒悄无声息地出现在火光边缘，身侧竟然站着几个身穿异族服饰的壮汉。林惊羽吓得后退，我却一眼认出了那几个人的身份，北境蛮族。裴思恒为什么会深夜私会蛮族？他是在通敌，还是在为那个梦境中的惨剧做最后的准备？林惊羽识趣的先行离开，裴思恒则漫不经心地走到我面前，手里还把玩着一枚带有蛮族图腾的飞镖。被你瞧见了。你疯了，那些是刺客。我压低声音，手指在袖中微微发抖。他看着我半晌，突然伸手按住我的肩膀，迫使我对视。沈清河，你做那个梦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朝廷安逸了10年，早就不防备蛮族了。我不找他们，谁来给这座死气沉沉的金陵城敲响警钟？我猛地清醒。所以南门的刺客是你放进来的？他没否认，只是目光深邃地看向北方。我曾发誓再不回北京，但这片土地上终究有我想护住的人。还没等我追问那人是谁，远处突然火光冲天，羽林军的哨声瞬间传遍整个金陵。裴景渊带着一身从未有过的颓然，在沈府门口枯坐到了深夜。他原本以为我会像往常那样为了他的到来而欣喜若狂，却没料到等回的是我与裴思恒并肩而行的背影。沈清河，你宁愿选一个罪臣，也不选姑吗？裴景渊赤红着眼，将原本要送给我的宝石首饰狠狠灌在地上，晶莹的珠乳碎了一地，折射出破碎的光。我冷眼看着那些昂贵的残渣，心里甚至泛不起一丝涟漪。上一世为了这些虚华的宠爱，我自轻自贱了一辈子，最后却换来他在国破时弃我而去的结局。殿下言重了，臣女只是不愿再浪费时间。沈楚楚不知何时躲在门后，见状竟端着切好的西瓜想来献殷勤，试图重演前世的勾搭。可这一世的裴景渊似乎因我的疏离而乱了阵脚，他厌恶地扫了沈楚楚一眼。沈家只有一个嫡孙女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沈楚楚僵在原地，手中的西瓜颤抖着坠地，那满脸的屈辱正是前世我受过的1000万分之一。裴景渊愤然离去，留下一地狼藉。
赶走了裴景渊，我踏入祖母的屋子，他正眉头紧锁地盯着一份军情。蛮族刺客潜入金陵只是饵，北厉的雁门关恐怕要出大事了。祖母沈老夫人曾是先帝亲封的女侯爵，她拉着我的手，指着地图上那处险峻的关口。朝廷安逸太久，若那几个刺客只是前哨，真正的杀招定在雁门。祖母，裴思恒他……那个九皇子在北境待了10年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雁门的局势。他引刺客入京，是想用血淋淋的事实逼皇上睁开眼睛。然而，我爹沈明远带来的消息却让气氛降至冰点。皇上虽然重视了防备，却在统帅的人选上举棋不定。朝中那些酒囊饭袋，竟无一人敢主动请缨去守那苦寒之地。我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前世雁门失守、生灵涂炭的画面。如果没人去，那悲剧必将重演。就在这时，大小姐，裴思恒在南城外遇伏，此刻正被禁卫军团团围住。裴思恒为了给朝廷警示，终究触碰了皇权的逆鳞。我去救他时，他已是满身鲜血。他看着我，低声说了句：“若我这辈子死在这里，沈清河，你能不能再为我哭一次？”等我赶到南城郊外时，刺鼻的血腥味已弥漫在空气中。裴思恒背靠着一棵枯树，手中的黑甲刀尚在滴血，周围横七竖八躺着数名蒙面死士。禁卫军随后赶到，裴景渊策马走在最前方，看着裴思恒的眼神像是看一个死囚。思恒，私纵蛮族入城乃是重罪，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？哼，臣弟是在用这些死士的人头提醒殿下，北境已是万火之际，若殿下只想着如何给臣弟定罪，那雁门关破之日，便是金陵受辱之时。住手！殿下难道没看出来，这些死士并非要杀九皇子，而是要毁了雁门的布防图吗？他们怕裴思恒，更怕清醒的大齐。裴景渊看着我护着裴思恒的样子，握住缰绳的手指节发白。就在局势僵持不下时，皇后娘娘的仪仗竟也出现在了陵边。皇后带走了所有人，说是要在寿宴上亲自审理。我知道这是一场博弈。寿宴那天，我换上了祖母当年赐下的鸾甲，藏在华服之下，因为我知道裴景渊绝不会轻易放过裴思恒。皇后的寿宴办得极尽奢华，金陵2品以上的家眷悉数到场，处处锦衣玉食，欢声笑语。我坐在席间，感受着四周那些充满恶意的窃窃私语。他们说我是恶女，说我克扣继母，更说我与罪臣裴思恒不清不楚。我低头抿茶，心中却在计算着时间。裴思恒被特许出席，却坐在最偏僻的角落，那一身黑衣与这里的金碧辉煌格格不入。裴景渊频频向我投来狠厉的目光，那是一种志在必得的疯狂。酒过3巡，裴景渊借口醉酒离席，不多时，小太监便来传信，说太子在后花园等我商议北境军情。我心中冷笑，裴景渊，你终究还是只有这点手段。我随太监走到假山深处，果然看见裴景渊阴沉着脸站在那里。他猛地冲上来，死死抓住我的手腕。沈清河，你以为护着他就能逃开姑吗？姑这就求父皇赐婚，让你看看谁才是这天下的主子。他那张扭曲的脸不断逼近，浓烈的酒气让我感到反胃。上一世的恐惧与这一世的厌恶交织，我反手摸到了袖中藏着的发簪。就在我准备拼死反抗时，殿下，您的酒该醒了。裴思恒的指尖微微用力，裴景渊身后的太监吓得想叫，却被裴思恒一个冷厉的眼神定死在原处。思恒，你敢对姑动手？裴思恒冷哼一声，将裴景渊像丢垃圾一样推开，随后迅速脱下自己的外袍，将衣衫不整的我紧紧裹住。臣弟不敢，只是殿下醉得失了体统，王妃受了惊吓，臣弟这就带他去向皇后娘娘复命。裴思恒，你一个罪人之后，拿什么跟姑争？你打了他，皇上真的会治你的罪吗？沈清河，如果我说我去北境是为了给你换一个太平的金陵，你信吗？他的语气那样郑重，让我一瞬间失了神。上一世我求而不得的真心，这一世竟以这种惨烈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。翌日，皇上的旨意传遍金陵，九皇子裴思恒因以下犯上被杖20，逐出京城，即日赶赴北京雁门戴罪立功。我得知消息时，他已在北上的马车里。裴思恒被逐出京城的消息传到沈府时，我正陪着祖母在后花园修剪残枝。那20杖打得极狠，听说他是被抬着上了马车。阿武，
收收心吧，裴思恒这一去便是戴罪立功，雁门关是苦寒之地，他能不能活着回来，全看天意。我抿着唇没说话，心口却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闷疼。裴思恒是为了救我才落得如此下场，他临行前那句为你换一个太平的金陵，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。我回屋收拾了一些上好的伤药和御寒的衣物，趁着夜色赶到了北城门。马队已经整装待发，裴思恒趴在简单的担架上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唯独那双眼睛在火把下依旧锐利。他挣扎着想坐起来，却牵动了伤口，疼得闷哼一声。他们说你要去雁门，是真的吗？是，沈清河，回金陵去。那里虽然虚伪，但总好过这黄沙漫天的边关。你若死了，谁还我这份人情？裴思恒，你得活着，活着给我寄信。裴思恒的马车消失在茫茫夜色中，我的心也跟着空了一半。本以为能安稳几日，可沈楚楚竟又想出了恶毒的主意。他拉着沈明远的手，哭哭啼啼地说要在金陵城南的法华寺为我祈福，实则是想送我一份大礼。沈楚楚的善心果然没有好事，他不仅拉着我爹沈明远，还请动了皇后娘娘的一道懿旨，硬是让我陪他去法华寺清修7日。祖母本想拦着，可皇后发了话，沈家也只能从命。法华寺依山而建，后山有一处断崖，风景虽好，却也荒凉。姐姐，这几日清修正好能洗洗你那一身的戾气。我冷眼看他表演。晚课过后，偏僻的小院里突然响起了一阵细微的脚步声，青鸾还没来得及喊人，就被一张湿毛巾捂住了口鼻，软倒在地。我猛地站起。沈小姐，有人花重金要你的命，顺便还要毁了你的清誉。我瞬间明白，这是沈楚楚和柳如烟的绝杀招数，他们要让我在佛门种地失节，彻底断了我入主东宫的可能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发现那壮汉的腰间挂着一枚眼熟的腰牌，那是东宫卫队的标识。裴景渊，他竟然因为我的疏离狠心至此。我被逼到窗台，身后便是万丈深渊。就在我准备跳下悬崖拼个鱼死网破时，一道凌厉的暗气破空而来，一道黑影从屋顶飞掠而下，那熟悉的松木香气竟让我心头一颤。来人并非裴思恒，而是裴思恒离京前留下的死士吴小江。他出手极快，每一招都是取人性命的杀招。不过片刻功夫，屋内的壮汉变成了地上的尸体。主人有令，誓死护王妃周全。吴小江收起短刃，单膝跪地，语气冰冷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腿一软跌坐在椅子上。处理干净。既然他想玩大的，那咱们就陪他演一场好戏。次日一早，法华寺炸开了锅。沈楚楚原本想带着香客来捉奸，结果推开门一看，他自己安排的那2个壮汉正衣衫不整地躺在他自己的床上。啊！沈楚楚的惨叫声传遍了整座古寺。沈明远赶到时，一张老脸气得通红，当场就甩了沈楚楚一个耳光。柳如烟想辩解，却被我带人搜出的迷香堵住了嘴。爹爹，楚楚妹妹许是太寂寞了，才做出这种荒唐事。这场闹剧让沈楚楚的名声在金陵彻底臭了，沈家只能将她匆匆带回府里严加看管。金陵的春色正浓，我却收到了一封来自北境的血书，信上只有4个字：雁门告急。与此同时，裴景渊在宫中突然病重，皇上只意宣我进宫，说是要我为太子侍疾。沈清河，你终究还是来了。顾廷说，四爷在雁门被蛮族包围了，只要顾一句话，援军便能立刻出发。我心头一震，原来他在用裴思恒的命威胁我。上一世，他为了他的江山舍弃了我；这一世，他要用我的臣服来换裴思恒的平安。殿下想要什么？嫁给姑，做姑的侧妃。只要你答应，姑立刻下令让裴思恒回京受赏。我心中冷笑，侧妃像前世的沈楚楚那样，在这个冷冰冰的东宫里枯萎凋零吗？殿下算错了，裴思恒即便战死雁门，也比在这金陵城中苟活要尊贵100倍。而我沈家孙女，绝不入这东宫为妾。疯子！沈清河，你这个疯子！走出东宫时，我看见了沈老夫人，祖母披着那件深红色的战袍。娇娇，朝廷决定南迁了。皇上要弃了北境，弃了那些还在浴血奋战的将士。我握紧了拳头，做出了一个让全沈家都震惊的决定：我要单骑走北境。不准去！沈清河，你一个弱女子去北京能做什么？除了送死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祖母，裴思恒在北境是为了护住这片家园，朝廷可以弃他，沈家可以弃他，但我不能。祖母沈老夫人看着我，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竟然浮现出一丝年轻时的铁血。娇娇，沈家的人可以死，
但不能逃。去吧，若雁门破了，你就跟他死在一起。祖母在金陵为你守着沈家的魂。一路上，我看见成群结队的百姓正向南逃窜，而我却在逆流而上，向着那血腥味最重的地方冲去。抵达雁门关时，整座城池已被夕阳染成了暗红色，城墙下是层层叠叠的尸体，蛮族的黑旗在风中狂舞。开门！我是沈清河。我对着紧闭的关口嘶声呐喊，厚重的城门在一声令人牙酸的摩擦声中缓缓开启，一身血迹的裴思恒打马而来。他看见我，眼神里先是震惊，随后是足以灼伤我的心碎。沈清河，你为什么不逃？蛮族的进攻号角再次吹响，成千上万的敌军在平原尽头露出了狰狞的獠牙。这一战是死地。箭雨如簧，遮天蔽日，雁门关的空气里弥漫着浓稠到化不开的铁锈味。裴思恒的胸甲上满是早已干涸的暗红血迹，他紧紧攥着我的手腕。沈清河，金陵城南下的马车已经出发了，你这时候来，是想让姑这辈子的守护都落空吗？他眼眶猩红，声音沙哑的不像话。我顶着烈烈寒风，看着远处密密麻麻的蛮族营帐。裴思勋，朝廷可以弃了这雁门，可我沈家的风骨气骨，与其在南下的路上苟延残喘，我宁愿在这里陪你守到最后一刻。他怔住了，原本满是戾气的眸子微微一颤，最终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。这一夜，我们并肩坐在城楼的角隅，看着关外点点火光。城中使尽粮绝，士兵们三三两两地靠在墙根下，呼吸微弱的几乎听不见。裴思恒将他那件玄黑的披风严严实实地裹在我身上，怀抱依旧带着那种冷冽的松木香，却又多了一份视死如归的决绝。阿武，若明日城破，我会亲手送你走，绝不让你受蛮族半点羞辱。他吻了吻我的额头，语气平静的惊人。翌日清晨，漫天黄沙中响起了蛮族最凄厉的冲锋号角。就在裴思恒举起残剑，准备带人杀入敌阵时，关口后方的地平线上，竟出现了一支从未见过的银甲骑兵，领头人手中的长枪，正是我祖母失踪多年的成名兵刃。那杆长枪在晨曦下闪烁着凛冽的寒芒，一如30年前让蛮族闻风丧胆的模样。我将在城楼上，眼看着那支不知从何而来的银甲军，如同一道银色的闪电，狠狠撞进了蛮族的包围圈。那是沈家的旗帜。我声音颤抖，不敢置信地看向那杆在风中狂舞的白底金边大旗。裴思恒亦是满脸震惊，他顾不得身上的重伤，猛地翻身下马，朝着城楼下急呼：开城门，全军随姑出城迎敌。城门开启的瞬间，我看见了领头的那位白衣将军，他满头白发被紧紧束在头盔之下，那张布满褶皱却英气勃发的脸庞，正是本该在金陵安享晚年的祖母沈老夫人。他竟散尽了万贯家财，暗中召集了昔日的旧部与沈家的私兵，一路从金陵杀到了这苦寒的北境。娇娇，祖母还没死，谁敢动我沈家的孩子？祖母长枪一震，直接挑飞了蛮族前锋的头颅，温热的鲜血溅在他的银甲上，绽开一朵朵刺目的残梅。我顾不得规矩，跌跌撞撞地冲下城楼。这一战打得昏天黑地，沈家的银甲军所到之处，蛮族哀鸿遍野，那早已消失在传说中的战神威压，再一次笼罩在雁门关上空。敌军退至数百里外，雁门关守住了，可祖母却在下马的那一刻，猛地喷出一口鲜血，直接倒在了我的怀里。他布满老茧的手死死抓住我的衣襟，凑到我耳边低语了一句让我如坠冰窟的话：娇娇，祖明亲眼看你跳了城楼，心都要碎了。祖母的声音微弱如萤火，却在我脑海里掀起了惊涛骇浪。我浑身冰凉的僵在原地，甚至忘记了呼喊郎中。前世我含恨自戕，原以为无人知晓，却不知那满头白发的祖母曾在帝君座下苦求10年，用自己往后10世的福气，才换来我这一场荒唐又珍贵的重生。裴思恒跪在祖母榻前，眼眶通红的承诺会护我一世周全。他虽不知道重生的秘密，却在祖母弥留之际，用王爵的名誉许下了最重的誓言。半月后，皇帝迁都回了金陵，圣旨快马加鞭传到了雁门。裴思恒因守关有功，不再是罪人之身，正式受封为燕王，永镇北境。而沈家却在没了那位威震天下的女侯爵。祖母葬在了雁门，她说这里埋着她的夫君，将来春草无尽时，她要亲眼看着这北境的太平。沈明远带着青鸾赶来时，整个人苍老的不成样子。沈楚楚为了爬床做了贤王世子的侍妾，如今在府里被王妃打压得生不如死，柳如烟也跟着在沈府的小院里疯了。那些前世害我的人，终究在这一世自食其果。可我站在祖母墓前，手中握着那把生锈的戒尺，却只觉得心口空落落的。裴思恒正式开府受印的那天，我竟然收到了裴景渊派人送来的大礼，竟然是前世他登基时曾许给沈楚楚的皇后喜寿。他在信中说，他也要去游历山川了，
去替那个死在雪地里的沈清河看看盛世。裴景渊送来的那枚喜寿，沉甸甸的压在锦盒里，红色的流苏垂在桌沿，刺眼的紧。裴思恒走进来时，眉目间还带着刚退下的凌厉杀气。他倒是会恶心人，临走了还要送这些陈年旧物。阿武，你若喜欢，姑这就去给你打一副比这好1000倍的王妃印记。我摇了摇头，起身将盒子推入暗格。不过是些求而不得的执念，随他去吧。裴景渊退了，带着沈家那些不堪的秘密和沈楚楚破碎的美梦，消失在了金陵的长街尽头。听闻他临走前曾在沈府门口哭坐了一夜，却终究没等来沈清河的一次侧目。北境的春天总算彻底降临了，关外的草色一天比一天浓郁，百姓们迁了回来，集市上也开始有了一族商人的谈笑声。我有了身孕。得知消息的那天，裴思恒推掉了所有的军务，在廊下笨拙地给孩子缝制第一件小衣。那原本是祖母该做的事，如今却落到了他这位令人闻风丧胆的燕王手里。我爹沈明远留在了燕门，他再也不提回金陵的事，每日只在府里躲清静，陪着我养胎。他曾愧对我的母亲，也曾误解过我，如今在这边关的烈酒里，似乎终于寻到了几分救赎。安稳的日子过得太快，就在重孙将士的前夜，北京关口突然出现了一个背着药篓的游医。他自称能解裴思恒身上积压多年的战伤，却在独处时低声问了我一句：王妃，可还记得当初帝君做下的10年之约？游医手中的金针在烛火下闪着幽光，他那双眼眸深邃的像是藏着幽冥的寒雾。我平退：你到底是谁？祖母已经走了，那10年之约早已长尽。沈老夫人以10世福气换你重生，可帝君从未说过你的重生里没有代价。他留下一张残缺的方子，便悄然离去。裴思恒醒来时，我正握着那张纸发呆。他从身后抱住我：阿武，别听那些疯话，祖母若还在，定要拿戒尺抽她的。他亲了亲我的侧脸，语气温柔的不可思议。日子终究是归于平静了，偶尔我会看向北境那连绵不绝的青山，仿佛能看到祖母披着银甲，正坐在城楼上，慈爱又严厉地看着我们。这一世没有城破家亡，没有含恨自戕。燕门关外春草无尽，那是祖母留给我们最后的恩泽。城门下，沈楚楚不再是那个柔弱的小白花。凭什么你能在北境当风光的王妃，而我却要在冷宫般的王府里受尽欺凌？他撕心裂肺地吼着，身后的追兵开始疯狂撞击幽州的城门。林惊羽亲自上城头督战，我则被护在府邸最深处。青鸾死死守着门口，手里紧紧攥着我给他的匕首。小姐别怕，燕王殿下肯定在路上了。我感觉到阵痛越来越剧烈，这个孩子似乎急着要在这个动荡的夜晚降生。城外的喊杀声、撞门声伴随着沈楚楚尖锐的狂笑，穿透了重重院墙。就在幽州城门被攻破的一瞬间，后方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。不是裴思恒，裴思恒的主力应该还在金陵近郊，那会是谁？我忍着剧痛撑起身体，看到一个黑影从院墙一跃而下，手中的长剑在月光下闪过一道寒芒。沈楚楚的惨叫声戛然而止，那个黑影提着沈楚楚的人头推门而入，半身是血。他摘下头盔，露出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。裴景渊，竟然是本该在金陵的裴景渊。他满脸胡渣，眼神里再也没了往日的傲慢，只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悔恨。原来在东宫自囚的那段日子里，他不仅梦见了前世的冷酷，更梦见了我跳下城楼后，他是如何在孤独中荒废了江山，最后死在漫天风雪里。那个梦是真的，对不对？我忍着分娩的剧痛，冷眼看着他。裴景渊，你以为杀了沈楚楚，带人来救我，就能抹平前世你欠我的那条命吗？他自嘲地笑了，从怀里掏出一枚带血的虎符放在桌上。金陵的禁卫军只认这枚符，我把它给你，裴思恒就能兵不血刃地拿下京城。沈清河，我这一辈子的福气都换不回你的一个回眸，但我还是想让你活着。我终于明白了重生时听到的那个声音，不是祖母，而是裴景渊在帝君座下悔过，向天换了一个让我重来的机会。就在裴景渊想要起身离开时，院外传来了裴思恒震天的怒吼声。裴思恒破门而入，一眼就看到了跪在我床前的裴景渊，他眼眶瞬间通红，以为裴景渊又是来伤害我的，手中的长剑直接贯穿了裴景渊的胸膛，长剑刺入肉体的闷响在屋内回荡。裴景渊身子猛地一颤，却没躲。裴思恒眼眶通红，死死攥着剑柄，那是他在得知金陵政变后，日夜兼程跑费了5匹马才换来的雷霆一怒。别杀他！思恒，这一切是姑欠他的，也是欠你的。金陵那些势力故意料理干净，剩下的路你们自己走。裴景渊倒在血泊中，眼神逐渐涣散，仿佛终于在那纠缠了2辈子的噩梦中得到了解脱。裴思恒顾不得去确认他的生死，猛地丢掉长剑，将我搂入怀中。阿和，
稳婆呢？快叫稳婆！屋内瞬间乱成一团，青鸾带着早已候命的医者冲了进来。我感觉到意识在逐渐模糊。裴思恒，若我这次没能停下来，不许胡说！沈清河，你还没看一眼我们的孩子，还没看一眼太平盛世，我不许你走。就在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发出一声尖叫时，屋外突然狂风大作，随着一声嘹亮的婴孩啼哭，沈老夫人留下的那根蟒头杖竟在角落里发出了淡淡的青光。那是一个清脆响亮的男婴啼哭声，划破了府邸紧绷的死寂。青鸾喜极而泣，颤抖着把襁褓举到我面前。小姐，您瞧，是个小世子，生得像极了燕王殿下。我虚弱地看了一眼那个红皱皱的小生命，提在嗓子眼的气终于松了下来。裴思恒却连看都没看孩子一眼，只是红着眼眶，一遍又一遍地亲吻我的额头。阿和，谢谢你还陪着我。裴景渊最终没有死在那一剑下，裴思恒在最后一刻偏了剑锋。裴景渊在府里养了半个月伤，随后留下那支精锐力量，独自一人骑着兽马消失在茫茫暮色中。他说他要去游历大好河山，去替那个死在雪地里的沈清河看看这一世的风和日丽。金陵那边凭借着裴景渊留下的虎符和裴思恒雷厉风行的铁腕手段，残余势力很快被肃清。柳如烟在狱中自尽，临死前还不甘地咒骂着。沈明远在得知一切后，仿佛苍老了10岁，他决定辞官，带着沈家的族谱回乡祭祖。我在月子里收到了林惊羽送来的贺礼，是他妻子亲手缝制的小虎头鞋。此时的金陵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新皇登基大典，裴思恒却在这个关头推辞了所有荣宠。我要带我妻儿回北境，终生不再入京。金陵的使臣跪了一地，苦苦哀求燕王为了社稷留下，可裴思恒却只是慢条斯理地给孩子换着襁褓。这江山百姓不一定非要姓裴的亲自守着，我答应过阿和，要陪他去看北境的春无尽。最后裴思恒推举了一位德才兼备的子弟，自领了镇国燕王的头衔，带着我和孩子浩浩荡荡地回了北境。回到北境关口的那天，全城百姓夹道欢迎。祖母沈老夫人的墓碑旁长出了几株郁郁葱葱的小柏树，我抱着孩子跪在墓前。祖母，您瞧，娇娇把重孙带来了，这一世我们都过得很好。裴思恒将我和孩子护在怀里，他再不是那个满身戾气的罪子，而是守护一方平安的战神。北境的空气虽然依旧凛冽，却再也没了前世那种令人绝望的死亡气息。日子在平静中一天天流逝。沈楚楚虽然死了，但他的下场在金陵成了反面教材。那些烟杂的手段似乎随着那一夜的泻火一并埋葬了。孩子学会了爬，学会了喊阿爹阿娘。我有时会想起那个重生的梦，想起帝君做下的10年悔过。无论是谁换来的这次重来，我都在这人间守到了我想要的太平。3年后，北京关口出现了一个落魄的游医，他带着一副残缺的药方，只能道姓要见燕王妃。当我见到他的那一刻，手中给孩子裁衣的剪刀当啷落地，那人竟然是早该消失的。那游医虽风尘仆仆，满面风霜，可那双锐利的眼眸却骗不了人。他取下草帽，露出一头异于中原的微卷长发，竟然是裴思恒母族那边的故人。沈小姐，不，燕王妃。他压低声音，从怀中掏出一卷泛黄的羊皮纸。这是妍妃娘娘当年留下的真正遗物，并非什么巫蛊咒术，而是镇守北境的一张山川布防图。她当年被陷害，为的就是这张能保命的图。我心中一惊，难怪当年那场巫蛊之祸会牵连那么大。若能早日拿到这张图，前世北境绝不至于溃败的那般迅速。裴思恒听闻消息赶来时，两人在书房密谈了整夜。从这个关口开始。第二天，裴思和便开始加固关口，修补那些外人看不出的防御漏洞。母妃到死都想护着这里，我却一直以为她恨这片土地。竟在我们的经营下愈发繁荣，连往日里凶悍的蛮族也被打怕了，开始带着皮毛来关口进行贸易。我爹沈明远有时会从老家寄来些亲手种的茶叶，他在信里说，沈楚楚在王府里虽没死，但疯癫的厉害，每日只对着墙壁喊着裴景渊的名字，也是报应。我坐在廊下教孩子识字，裴思恒在院中舞剑，阳光洒在雪地上，折射出细碎的光芒。就在这份安宁达到极致时，朝廷突然派来密使。燕王妃，陛下南巡途中离奇失踪，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北境的一座孤山。那是裴景渊前世死掉的地方，难道他终究逃不开那个诅咒？裴思恒虽反感朝廷无端打扰，可此事牵扯裴景渊，他终究决定亲自进山一趟，守好王府。
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心头莫名发慌，眼皮跳得厉害。小姐，殿下武艺高强，又是这北境的主人，出不了事的。可这一等就是3天3夜毫无音讯，直到第4天傍晚，裴思恒才带着一身冷衣回来，身后跟着几名抬着担架的侍卫。担架上的人盖着白布，看身形正是失踪许久的裴景渊。我是在那座山崖下的污水坑旁找到人的。裴景渊死的时候，手里还攥着一张破旧的帕子，那是前世我救他时随手丢下的那一块。他这一世游历山河，最后却还是回到了原点，选择死在那个让他最后悔的地方。他临终前见到了我，只说了一句两清了。裴景渊的死象征着前世所有的纠葛彻底烟消云散。我们按照他的遗愿将他葬在了山脚下，墓碑上没有名字，只刻了一句归乡人。沈明远知道后沉默了很久，随后寄来了一本他手抄的佛经。北境的春风再次吹绿了山头，我和裴思恒牵着孩子走在祖母沈老夫人当年巡视过的城墙上，远处笛声悠扬，这一世的春色果然长得望不到头。很多年后，北境的传说里多了一位守护女神，但在裴思恒的私人笔记里却藏着一个连我都没告诉的惊天秘密。关于重生那天，他其实也听到了那个声音。裴思恒最近总喜欢独自待在书房，对着一份陈旧的卷宗出神。我进屋给他送参汤时，他下意识地将卷宗合上，眼底闪过一丝复杂。王爷可是有什么军事机密瞒着我？阿和，你可曾想过，为什么重生的偏偏是我们？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曾反复思索。前世我跳楼后，经历了漫长的黑暗，再睁眼便回到了污水坑旁。我当初在北境抗击蛮族时，曾受过一次致命伤，昏迷中也听到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，问我是否愿意放弃一切，去守护一个本该消失的灵魂。我答应了。我原本不信这些神神鬼鬼，但当我回金陵真的在马车旁见到你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那不是梦。我这才明白，为什么前世几乎毫无交集的我们，这一世会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。原来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他也曾为了护住我的命，向某种不可言说的力量交付了代价。就在此时，青鸾急匆匆地跑进来，打破了书房内的沉静。小姐王爷，城门外来了一位自称是故人的老者，还带了一件沈老夫人的旧物。裴思恒陪我来到城门口，只见一位背影勾勾的老仆等在那里，手中捧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长剑。我看见那把剑的瞬间，整个人如坠冰窖。王妃，这是老夫人当年的陪嫁之物，老奴守了20年，如今物归原主。那是祖母当年随夫君陪葬的定情之物，本该深埋在雁门的地下。阿和，先冷静。这把本该长眠地下的剑，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老仆缓缓转过身，竟是林惊羽身边的那个老仆。他向我深施一礼。王妃，这是我家公子在巡视幽州边郊的古战场时，从一处塌陷的古墓中寻得的。我接过长剑，手心感受着那粗糙的铁锈，眼泪不自觉地滚落。裴思恒将我揽在怀里，接过那把剑，目光却变得异常锐利。古墓坍塌，幽州边郊这几年并未有大雨，好端端的古墓为何会坍塌？老仆欲言又止。王爷睿智，并非天灾，而是有人在暗中挖掘，似乎是在寻找什么龙脉，或者是沈老夫人当年带走的半块帅印。帅印，那是能号令大齐暗卫的最后屏障，连当今圣上都未必知晓其下落。我想起祖母临终前指着窗外说春无尽。难道那不是在感慨春色，而是在指引帅印的藏身之所？与此同时，北境军营中突然爆发了一种诡异的疫症，中招的将士皆浑身僵硬，如同石化。军营里的疫症蔓延得极快，短短3日，已经有数十名精锐倒下。我带着郎中去查看，发现那些将士并非生病，而是中了一种极其罕见的蛊毒，症状与燕飞遗物中记载的实心蛊极为相似。裴思恒的脸色难看至极。普天之下，只有苗疆皇室血脉才能催动实心蛊。这分明是有人在利用他的身世大做文章。看来裴景渊虽然走了，但他背后的那些残余势力依然不想放过北境。裴思恒连夜下令封锁军营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我留在府中翻阅祖母留下的笔记，试图找到对抗蛊毒的线索。在笔记的最后一页，我发现了一张泛黄的夹层，上面只有寥寥数语：若实心现，非雁门水不可解。雁门的水，我脑海中电光火石般闪过那处古墓的位置。雁门关外有一处暗泉，传闻是当年女将军沈素琴亲手开掘。难道那泉水不仅是水源，更是克制苗疆邪术的克星？我决定瞒着裴思恒，亲自去寻找那处暗泉。然而，当我踏入古墓塌陷的那片荒野时，
却发现周围静得连鸟鸣声都消失了。黑暗中，一双泛着绿光的眼睛死死盯住了我的后颈。我猛地回过头，只见一个身影在阴影中摇晃，那双泛着绿光的眼睛透着一股死寂的诡异。随着火把的光亮逐渐靠近，我终于看清了那人的真面目，竟然是沈楚楚。此时的他面色清白，原本清丽的面容被一种狰狞的古纹覆盖，显然已经成了实心骨的傀儡。沈清河，你终究还是来了。沈楚楚并没有死在京城的风波里，而是带着最后的疯狂，成了苗疆余孽手中的一枚棋子。他抬起枯瘦的手，指尖微动，周围那些半淡化的傀儡兵开始向我合围。祖母笔记中提到的暗泉就在这附近，那是唯一的胜算。沈楚楚发出一声尖利的冷笑。就在这生死一线之际，地面突然剧烈震动起来，不远处的土层崩裂，一股清澈的泉水冲天而起。那是当年祖母沈素琴亲手开掘的泉眼，涌出的泉水打湿了我的裙角，也泼洒在那些傀儡兵身上，石化的躯壳竟然发出了刺耳的碎裂声。而此时，裴思恒的身影出现在泉水边缘，他手中的长剑正指着沈楚楚的咽喉。他手中的长剑划破夜空，瞬间切断了沈楚楚与傀儡兵之间的感应。那涌出的暗泉之水，在裴思恒剑气的激发下，化作细密的雨幕。那些石化的士兵在水汽的浸润下，竟陆陆续续化为了灰烬。沈楚楚，你早该在那场大火里灰飞烟灭。杀了我也没用。裴思恒，你体内的血脉才是这天下最大的诅咒。你以为沈清河真的会陪你到白头吗？我顾不得许多，冲到裴思恒身边，一把拉住他的手臂。我能感觉到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，那是尽数反噬的征兆。沈楚楚在一阵凄厉的嚎叫中，身体竟开始自我石化，最后碎裂成了一地冰冷的石块。随着沈楚楚的消失，军营中蔓延的疫症终于有了缓解的迹象。裴思恒身形微微一晃，猛地喷出一口黑血，整个人软倒在我的怀里。我抱着他，心中却升起一股强烈的不祥感。我带着裴思恒退回到暗泉旁，那泉水散发着温润的光，暂时压制住了他体内的反噬。昏迷中的裴思恒紧紧抓着我的手，口中不断呢喃着那些关于重生的断章。原来他经历的那些痛苦，远比我看到的还要深重。在古墓的废墟中，我们发现了一座被岁月掩埋的石碑，上面刻着燕飞当年的自白。原来所谓的实心骨，并非为了祸乱江山，而是苗疆一族为了守护北境，封印地底煞气而设下的禁制。裴思恒体内的血脉其实是这道禁制最后的钥匙。裴思恒缓缓睁开眼，眼神中透着一种劫后余生的清明。他看着那座石碑，嘴角露出一抹苦涩的笑。原来我这一世的逃离，终究还是回到了原点。此时，新皇裴子清派来的使者已经抵达北境，不仅带来了嘉奖的圣旨，还带来了一封裴景渊生前留下的密信。信中提到了那件关于沈家最大的谎言，那是关于沈老夫人当年为何要拼死镇守燕门的真正原因。我拆开那封尘封已久的密信，上面的字迹让我的手指止不住的颤抖。信中写道，沈老夫人守的不是裴家的江山，而是北境之下的一场足以毁灭世间的浩劫。信封里调出来的是一卷泛黄的羊皮纸，上面是祖母沈素琴的亲笔手书。原来沈家先祖与裴家开国皇帝曾定下密约，沈家后人必有一支要永远守在北境，因为这片土地下压制的是能让人心智迷失、自相残杀的千世劫。娇娇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大概已经明白了祖母的无奈。信中的字句如同祖母在耳边低语，裴景渊虽有悔意，但他身上的真龙气运已尽，唯有裴思恒那半支苗疆血脉能与沈家的战魂契合，彻底平息这场浩劫。我看向正在教场巡视的裴思恒，他骑在马上，玄色的披风在风中猎猎作响。他从未告诉过我，为了守住这片土地，他每天都在承受着血脉中千刀万剐般的痛苦。他做的每一步安排，其实都在为我铺路，哪怕有一天他不在了，我也能在这人间平安顺遂。就在这时，北境的天空突然变得阴沉，远处的荒原上出现了大批从未见过的诡异人影。那些不像是蛮族的骑兵，更像是从地底深处爬出来的幽灵，手中握着能让草木枯萎的奇异兵刃。裴思恒猛地拔出腰间的长剑，指向那片阴影，眼神中燃起了前所未有的战意。他对我回眸一笑，那笑容里带着诀别的温柔。阿和，等我回来，我们去苗疆看花。这是我在雁门关见过的最惨烈的一战，漫天飞舞的不是箭雨，而是能够腐蚀生机的黑雾。裴思恒领着燕王府的精锐，直接撞进了那些诡异的人影之中。他体内的血脉在这一刻彻底爆发，手中的长剑化作一道血红的光柱，所过之处阴雨尽数消散。我站在城楼上，怀里紧紧抱着我们的孩子，眼泪一滴滴落在城砖上。我看到了祖母的英灵仿佛出现在半空，她依旧穿着那一身银铠白袍，手中的长枪指引着裴思恒前进的方向。这不仅是人间的战争，更是跨越两世的清算。阿娘，不哭，阿爹会赢的。孩子稚嫩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他那双极像裴思恒的眼睛里透着一股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坚定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希望的种子正在这片血染的土地上萌芽。
最终，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划破北京的阴霾时，荒原上的阴影终于消失殆尽。裴思恒铸剑而立，背对着朝阳，向着城楼的方向缓步走来。他的白发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。但那一刻，我知道我们赢了。我们并没有回到金陵，而是留在了雁门关。多年后，当北境的春草再次长满山头，我在祖母的墓前发现了一张从未见过的信笺，上面的署名竟然是沈素琴。北京的春天终于彻底稳固，关外的春草疯长，绿意蔓延到了天际。我在祖母沈老侯夫人的墓前祭拜，清风拂过，却见墓碑的缝隙里不知何时塞了一张泛黄的信笺。我心头狂跳，指尖颤抖着将它取出，看清署名的那一刻，整个人如遭雷击。那是祖母的字迹，却绝非前世或今生留下的旧物。信中写道：娇娇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我已经回到了我该去的地方。帝君坐下的10年，不仅换了你的重生，也让我看清了这世间的因果。雁门关下压制的煞气已散，裴思恒体内的血脉枷锁也已解开，从此往后，你们再无束缚。我怔怔地看着信纸在风中化作细碎的金光，消失不见。原来祖母从未真正离开，她用自己最后的魂灵为我们荡平了世间最后的阴霾。裴思恒从身后走来，他那原本因尽数反噬而生出的白发，竟在阳光下奇迹般的转为乌黑，眼底的暴力化作了无尽的温柔。我们并肩站在山头，看着远处的集市人烟鼎沸，看着我们的孩子在大地上奔跑。这一世的因果终于是圆满了。裴思恒紧紧扣住我的手，低声在我耳畔呢喃：阿恒，春色正好，我们去城里走走吧。正当所有人沉浸在太平盛世的喜悦中时，金陵城突然传来急报，称当今新皇裴子清在处理裴景渊遗物时，发现了一半从未面世的沈家帅印。这半块帅印竟能号令大齐潜伏100年的暗卫，而剩下的半块，据说就藏在我的嫁妆里。金陵的密使星夜兼程，将新皇的亲笔信送到了燕王府。裴思恒拆开信，脸色微变。那半块沈家帅印的出现，意味着原本平静的朝堂将再次掀起惊涛骇浪，而信中提到的另一半，竟然极有可能就在当年祖母为我准备的百里红妆之中。我急忙唤来青鸾，打开了那口一直封存在库房最深处的红木箱子。箱子里满是祖母当年亲手缝制的嫁衣和金银首饰，每一件都承载着她深沉的爱。我翻遍了所有的夹层，却始终一无所获。裴思恒拿起那只我生辰时裴景渊送来的，后又被我收起的宝石簪子。他指尖微用力，簪尾的红宝石竟发出一声细微的击扩声，一卷极细的羊皮纸滑落而出。那不是帅印，而是一张指引帅印真正藏身地的地图。裴景渊临死前，终究还是把沈家最后的底牌还给了你。原来这帅印从未在裴家手里，而是祖母为了保护沈家故意留下的迷魂阵。真正的沈家暗卫其实一直都在雁门关的守卫军中，他们守的不是皇权，而是沈家的风骨。我们顺着地图的指引来到了北境的一处断崖，那里是前世我跳楼的地方，也是今生一切开始的起点。断崖下，一个守墓的老人已经等了我们整整30年。断崖边，狂风呼啸，仿佛还残留着前世那场悲剧的余音。我拉着裴思恒的手，顺着狭窄的石阶缓步而下。在悬崖半腰的一处山洞前，一位穿着破旧灰袍的老人正静静地坐着，面前摆着2杯清茶。你们来了。我惊讶地发现，他竟然是失踪多年的沈家老管家。他守护在这里，不为财宝，只为等待沈家后人亲手取回那半块足以颠覆天下的帅印。令牌入手的刹那，我感觉到一股冰冷而坚韧的力量顺着指尖传遍全身。大小姐，老夫人交代过，若这一世您过得幸福，这令牌便永远埋在土里；若您重蹈覆辙，这便是沈家为您复仇的利刃。祖母为我考虑到了每一个万一，她把所有的退路都铺到了极致。裴思恒接过令牌，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反手置入了深不见底的激流之中。他转过身，紧紧将我拥入怀中，在那断崖之上，对着漫天星辰许下诺言。帅印沉水，象征着沈家彻底退出了皇权的争夺。然而，就在我们准备回城时，原本痴傻的沈楚楚竟突然出现在断崖之上。他眼中满是清明，手里握着一把淬毒的匕首，疯狂地向我扑来。哥，我得不到的，你也别想拥有！沈楚楚的突然出现，让所有人都始料不及。他不知是如何逃出贤王府的。此刻的他身形枯槁，原本清丽的面容被仇恨扭曲的狰狞恐怖。沈清河，你凭什么能得到所有人的宠爱？凭什么你能重来一次就过得这么好？原来他在疯癫的岁月里，也零星梦见了前世的点滴。他不甘心，
不甘心自己费尽心机，却落得个凄惨收场。裴思恒反应极快，侧身挡在我身前，掌风凌厉而出。沈楚楚毕竟只是个弱女子，哪里受得住这雷霆一击，整个人如断线纸鸢般飞了出去，重重撞在岩石上。沈楚楚，你从未输给我，你是输给了你自己。沈楚楚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终究只是发出一声不甘的冷笑，头一歪，彻底没了声息。一切恩怨终于在这段崖边画上了句点。沈楚楚的死宣告了过去势力的彻底覆灭，北境迎来了一个最安静的除夕。然而在大年初一的清晨，裴思恒推开房门，却发现满院子都开满了火红的山茶花，那花香中隐约传来了祖母爽朗的笑声。金陵的积雪还未消融，雁门关却已是春漾然。那满院子的山茶花红的似火，那是祖母沈老婆夫人最爱的花。我和裴思恒牵着孩子走在铺满花瓣的小径上，空气中仿佛真的回荡着祖母那威严又不失温柔的叮嘱。我爹沈明远如今在北境开了一间小私塾，每日教孩子们读书识字，晚年生活倒是平静安详。裴子清在金陵励精图治，常有书信往来，请教裴思恒治军之道。而我们守着这雁门关，守着这片祖母用命换来的土地，过着最平凡也最珍贵的日子。裴思恒从身后搂住我的腰，将下巴抵在我的肩头。我们的孩子在花丛中追逐蝴蝶，笑声清脆。重来一世，我终于读懂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。阿和，你看，这花开得真好。裴思恒的声音里满是笑意。我仰起头，看着漫天花瓣飞舞，心中盈满了暖意。雁门关再无战火，只有春草无尽，繁花似锦。这一世，沈清河终得圆满。